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美国通胀降至2年来最低水准。英国每日电讯，美国3月份通胀率降至 5% 的2年低点，杂货比2月份下降 0.3%， 能源成本下降 3.5%。因此，经济学家预计美国家庭的通胀将开始放松。西班牙本月早些时候报告称其通胀率急剧下降，这助长了对美国通胀即将下降的预期。尽管数据令人鼓舞，但一直在推行一轮典型的激进紧缩政策的美联储不太可能在加息方面保持稳定。此外，核心通胀，一种衡量价格上涨的指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波动性因素，上升，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担忧。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将在5月再次小幅升息 0.25%。美联储目标利率的上限现在为 5%。拜登的电动汽车计划需要尚未建成的输电线路。彭博社，乔·拜登总统提议增加美国电动汽车 EV 的销量以应对气候变化，这给美国的输电线路带来了巨大的建设挑战，因为支援所有这些电动汽车所需的基础设施尚不存在。环境保护署公布了排放标准，这将迫使汽车制造商确保2032年销售的2/3的汽车是电动汽车。然而，这要求公用事业公司在短短9年内在美国各地开发输电基础设施，这对于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获得许可和建设的项目来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美国经济的电气化正在导致公用事业公司推动建造更多的发电厂，但该国缺乏长途线路来输送电力，这正迅速成为支持电动汽车所需的能源基础设施扩张的关键瓶颈。输电线路可以延伸数百英里，这意味着他们通常需要在建设之前获得一系列私人和公共利益相关者，如州和城市的批准。据彭博情报的 NITI-HSU 称，该系统已经承受住巨大的压力，增加数百万辆电动汽车将进一步给电网带来压力。随着公用事业和政府努力克服这些挑战，最有利的公司是那些正在开发更高效的电力控制系统的公司。例如 Tesla 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倾向于与一个系统结合使用，该系统在白天储存多余的能量，因为太阳能电池板可以产生比必要更多的电力，并在需要时分配储存的能量。乔·拜登严重侮辱了英国。英国每日电讯，尼罗河·加德纳 Neil Gardner 表示，乔·拜登Joe Biden 决定在纪念耶稣受难日协定的访问中优先考虑爱尔兰而不是英国，这并不奇怪，因为他蔑视英国及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副总统时，拜登打趣说，白宫不会欢迎穿橙色衣服的人，这激化了与北爱尔兰统一主义者的关系。拜登还在2021年担任总统的第一天，从椭圆形办公室移除了温斯顿·丘吉尔的半身像，为他的总统任期定下了基调。加德纳认为拜登决定不参加国王查理3世的加冕典礼是英国君主制的又一次冷落，在他眼中是大英帝国的过时残余。加德纳认为拜登的背景解释了为什么他对爱尔兰有如此强烈的亲和力，并对英国表现出蔑视。此外，他对英国脱欧充满敌意，崇拜欧盟。2010年，拜登在欧洲议会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布鲁塞尔有其自己的合法主张，即成为自由世界的首都。作为总统，拜登安抚了欧盟及其2个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国法国和德国，而他对英国却不屑一顾。加德纳的结论是，乔·拜登不是英国或英国人民的朋友。总统对欧盟的提议正在取代与其最亲密盟友的关系，并对君主制、英国及其辉煌历史竖起2根手指。加德纳建议鲍里斯·詹森将需要重新评估英国的外交政策，并相应地调整其大西洋联系。水危机考验我们的政治。华盛顿邮报，持续了20年的干旱以及对科罗拉多河水源减少的严重依赖正在使一项已有100年历史的安排变得紧张。该安排规定了多少州及其大型农业基础设施可以并且应该从河中抽取。目前，这条河是8个州4000多万美国人的水源，也是30个部落国家的必需品。
如果它的资源不复存在，那将是一场灾难。政府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失败。美国联邦政府承认，如果不能解决当前的科罗拉多河危机，那将是灾难性的，风险很高，因为严格减少用水量会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的主要农业地区。如果发生这种减少，凤凰城和洛杉矶的很大一部分供水可能会几乎为零。内政部提出了3种选择供考虑，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在其中一个或另一个之间做出痛苦的选择。美国政府可以选择不采取行动，但这只会使危机变得更糟，因为气候变化和西方的干涸已经使鲍威尔湖和米德湖的水库数千万人的供水走上了下降的道路，甚至大坝也无法再生产水电或消耗水。因此，到夏末，政府应该宣布如何进行削减。上一次政府实施用水削减时，他们都失败了，导致了目前的危机。谈判需要一个解决办法，政府希望各州和部落能够共同找到解决办法。美国国务院说，2名美国人在乌克兰战斗中丧生。英国独立报，美国国务院证实，2名美国人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作战时丧生。该部门尚未公布遇难者的身份。俄罗斯军事博主声称，1名美国雇佣军最近在巴赫穆特市的战斗中丧生。探索委员会总统竞选的架构。多伦多星报，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Tim Scott 已经成立了一个探索委员会，以讨论2024年可能的共和党总统竞选活动。他已经在努力勾勒出潜在总统竞选的架构，建立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访问提前投票的州，同时调整他的树桩演讲，专注于美国的救赎故事。探索性委员会具有优势，使某人能够在不宣布候选人资格的情况下开始从支援者那里筹集旅行或投票资金。这也是引起媒体关注和捐助者支援的实际举措，因为一群竞争对手在已经拥挤的共和党领域争夺曝光率。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规定与候选人的官方竞选委员会不同，探索委员会不需要向委员会报告或登记。然而，如果该过程没有导致正式的候选人资格，则潜在候选人没有义务透露探索阶段的筹款和支出活动。但是，筹款必须遵守联邦捐款限制，如果正式竞选活动最终发生，则必须进行报告。通过启动他的探索委员会，斯科特将在今年几乎整个第2季度来加强他的筹款工作，希望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展示出坚实的财务支援。商人唐纳德·特朗普于1999年宣布成立一个探索委员会，在放弃竞选之前作为改革党候选人争夺白宫，最终他在2016年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赢得总统大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在开始寻求白宫前1个月宣布成立一个探索委员会。共和党人米特·罗姆尼 Mitt Romney 和里克·桑托勒姆 Rick Santorum 在发起正式竞选活动之前成立了委员会，而纽特·金里奇 Newt Gingrich 跳过了探索过程，直接参加了竞选。2020年民主党总统竞选活动的几个主要活动成立了探索委员会。尽管如此，一些候选人即2016年的希拉蕊·克林顿和2020年的卡马拉·哈里斯直接加入了他们的正式竞选活动。墨西哥在与美国和加拿大官员会晤前启动反人口贩运委员会。加拿大环球邮报，墨西哥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打击合成毒品、火器和弹药的贩运。根据联邦公报上公布的一项法令，该委员会由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总统内阁的官员组成，其目的是根据国际协定打击贩运活动。此举是在计划与美国和加拿大当局举行会议之前进行的。他们一直在争先恐后地解决芬太尼生产问题，因为一些美国立法者一直在呼吁拜登政府对墨西哥采取更坚定的行动，以解决进入美国的合成阿片类药物的数量。去年，美国缉毒局缉获的所有芬太尼中约有 90% 来自墨西哥。在回应有关通过墨西哥走私芬太尼的指控时，洛佩兹·奥夫拉多尔总统呼吁中国打击芬太尼的运输，但北京否认非法运输该药物。
而是声称运往美国的芬太尼来自墨西哥。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do.world。